看了小米汽車的成功後，《紐約時報》狂酸蘋果10年一地雞毛。上周小米速7 Ultra 發布後的盛況，想必大家都看到了。52.99萬的價格，媲美國外1500萬的豪車，將性價比做到了極致。發布當晚定出了1萬輛，截止到昨天已經逼近2萬輛。雷布斯輕輕鬆鬆賺了100億，比賣手機快多了。小米速7 Ultra 成功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大洋彼岸，美国媒体集体进入了反思模式。《紐約時報》發了一篇題為"為什麼中國手機公司可以造車，而蘋果不行"的文章，在羡慕小米汽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，狂酸了一把蘋果，暗讽蘋果已經成了養老院，躺在 iPhone 的功劳簿上吃老本。《紐約時報》将小米汽车的成功歸功于中國強劲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鏈，從最上游的原料開採，到中游的零部件生產，再到下游的汽車品牌銷售，各個環節的佔比均在50%以上。中國企業取得了全產業鏈的統治地位，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單獨與中國抗衡。《紐約時報》酸溜溜地寫道：從立項到交付，小米首款汽車僅用了3年，去年共交付了13.5萬輛，並且承諾今年將這一數字翻1倍。蘋果汽車則在設計圖上停留了整整10年，燒光了100億美元後，突然宣布不造了，2000人的團隊原地解散，研究資料被列為機密封存，對外也沒有任何解釋。《紐約時報》的記者曾多次聯繫蘋果汽車項目的參與者，試圖搞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，居然能讓蘋果這樣一家擁有頂尖技術的企業遭遇如此大的挫折。可惜所有受訪人無一例外對此事保持了沉默，仿佛蘋果從未涉足過汽車領域一樣。只有南卡羅来納大學的工程學教授史密斯願意談一點個人的想法。他曾在2015年短暫的做過蘋果汽车顧問。在史密斯教授看來，蘋果造車選擇的時機非常好，正是新能源汽車将起未起之時。但是蘋果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，既在造實體車和只做智能駕駛之間摇擺不定，改來改去，導致到了2024年時一切都變了。新能源巨頭已成壟斷趨勢，蘋果汽車沒機會了。2014年，蘋果發布了首款 iWatch， 大受市場歡迎，掀起了一場智能穿戴浪潮。蘋果公司的現金儲備也達到了史無前例的1450億美元。公司空前的成功反而激發了庫克的焦慮，他經常思考蘋果下一步該怎麼走才能維持住領先的地位。當時有2條路可以選，一個是做人工智能，二是做新能源汽車。小孩子才做選擇，蘋果全都要。財大氣粗的庫克決定雙管齊下，他給汽車項目起了個泰坦的代號。泰坦是北歐神話中的創世神，由此可窺見蘋果的野心，他們想造一輛誰也沒有見過的創世汽車，如同 iPhone 4一樣顛覆行業規則。有個蘋果員工看了泰坦的代號後開玩笑道：別是泰坦尼克號的意思哦。為了一鳴驚人，庫克給汽車團隊調來了最優秀的設計師，讓他同工程团隊一起設計出一輛驚豔全球的汽車來。蘋果推出首輛概念車是一輛6座，沒有方向盤，沒有剎車，沒有油門，全靠 Siri 語音操控的汽車，因此被網友戲稱為 iCar。方案提交上去後，庫克很喜歡，鼓勵汽車團隊加班加點，早日拿出原型車来。得到了領導首肯，設計師將設計圖紙往工程師桌上一推，說既然已經定了，你們就先按照這個風格先造一輛原型車出來吧。這些工程師大多出身於福特、克萊斯勒等老牌車企，一看設計圖，這不能繞着玩嗎？其中有無數技術難題，用現有的技術無法解決，以至於1年後庫克來驗貨時，汽車团隊拿出來的是一輛殼子車，有汽車的外表，但沒有對應的功能。設計師坐在汽車裡假模假樣的問：你好 Siri， 我想吃午餐了，請問附近有哪家餐廳推薦？然後高潮來了，車外的工作人員拿着寫好的劇本讀了一遍周圍餐廳的名稱，庫克對此的反應不得而知。但是之後蘋果造車項目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，從造實車改為主攻智能駕駛玩軟件了。前員工向紐約時報透露，智能駕駛的難度大大超出了蘋果的預期，蘋果的智能駕駛性能與谷歌、特斯拉相比沒有領先，每年還要投入數十億美元繼續研究。財務官提醒董事會，即使智能駕駛最終成功了，但是看不到短期內收回成本的可能性，這將影響蘋果的股價。消費電子部門也算了一筆賬，如果智能駕駛想要取得和 iPhone、AirPod 一樣的利潤率，定價可能高達10萬美元，不可能有人買。其實走到這一步，蘋果汽車項目就已經濒臨失敗了。2019年後，內部就多次傳出汽车團隊重組、裁員的消息，才是庫克做了最後一次努力，邀請特斯拉的副總工程師加盟，又走回了造實體车的老路。可惜特斯拉出來的工程師只能造出和特斯拉一樣的车，一輛很像 Model 3的原型車被推到了庫克面前，他只問了一個問題：如果我们的產品和特斯拉一樣，消費者為什麼要選擇蘋果？2022年後，蘋果汽車團隊已經實際處於停工狀態，員工被分到智能駕駛模塊，從事基礎研究。2024年3月，蘋果經過嚴肅的內部討論，最終做出放棄造車的決定。1個月後，小米速7上市，有人問雷軍，得知蘋果放棄造車後，你有什麼感覺？雷軍答：剛開始是震驚，不敢相信，畢竟投資了100多個億進去了，不是小數目。但是後來覺得這對小米來說是天大的好事，少了這麼一個強的競爭對手。紐約時報認為，蘋果放棄造車是一種很短視的行為，他們不想讓巨大的投資影響財報的數據和高管的分紅，將新能源汽車這樣一個萬億級的市場拱手讓給了中國企業。蘋果原本是有機會重塑全球新能源產業格局的，在美國本土建造智能工
工廠，雇傭10幾萬藍領，解決產業空心化危機。但他們為了股東的利益，放棄了一家偉大企業的責任，這就是今天美國製造面臨的最大問題所在。相比於國家利益，資本更關心個人的收益。